我现在不想喝。行，待会儿再喝。姐姐受了惊，胎相不稳，你要再胡言乱语，影响她的心神，就再也别进我家门。徐姐姐是你的亲人，她和李大哥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你难道一点都不考虑他们母子的安危？为了个白素贞，值得弃我们所有人于不顾吗？汉文，汉文，你给我站住！干嘛呀？多傲呢你啊！刚才如意那话什么意思？姐夫，如意的个性你又不是不了解，她的话根本就不用放在心上。是，如意的话我是不放在心上，可是当初金山寺的法海就跟我说我弟妹啊，她是个妖精，我就没往心里去。后来你姐又这么说。我还说他胡说八道，可现在呢？现在他有些事儿放在我面前，我没法不信汉文。姐夫，素贞她3番5次的救我性命，你和姐姐都有目共睹吧？是，而且这次我能找到替我爹犯案的证据，也多亏了素贞。素贞她心地善良，怎么可能是妖呢？是我都知道，可是你说，哎呦，我不问别的了，汉文，你就跟我说。是不是妖啊？姐夫，你看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素贞她怎么可能是坏人呢？可是我刚刚在祠堂，我可亲眼得见，弟妹可是真要向你姐姐下手啊！啊，汉文呐，你姐夫没什么本事，我跟你姐要这孩子不容易啊，7年呢，汉文，我跟你说，谁要敢动他们母子，我就敢跟谁拼命！我告诉你。我今天用我的性命担保，姐姐她一定会母子平安的。行，姐夫谢你，啊。娘子，娘子你在干嘛？我是在帮姐姐，你相信我，我没有害她。那你今日在祠堂，为何要袭击她？官人，这件事情虽然听起来匪夷所思，但我还是要告诉你，姐姐她被心魔控制了，心魔正在吸取着孕育生命的力量。为了姐姐的周全，姐姐不能要这个孩子。假如真的如我所料，一旦心魔得逞，她就会变得无比强大，危害无穷。所以。胎儿无辜，我却没有想到保全她的法子。娘子，你听我说，我和姐姐从小坎坷，她真的不能失去这个孩子。你真的要这么冷酷无情吗？就为了一个可能会发生的未来，是不是在你们心里，没有发生的罪恶也是罪恶？如果世人也这样对你，你会怎么想？官人，我这是为了拯救更多人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娘子，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固执。如意，你真是我的开心果。姐姐，你怀了孩子以后得多笑笑，这样生出来的孩子才会性情开朗。要是家里的人都像你这样，那我就舒心了。可是最近我总是觉得怪怪的，老是觉得有人想害我的孩子。你说，这怎么办啊？我不是被邪祟缠上了吧？难道是之前害死汉文哥哥的蛇妖还不死心啊？啊！你可别吓我，那可是一场梦啊！姐姐，这事到如今，你还以为只是一场梦啊？可是，
蟒蛇是弟妹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您弟弟可是死过一回了，这世间哪有凡人能起死回生的？我是个外人，您可以不相信我，但您大可以去问问汉文哥哥呀，看他知不知道那情。难怪汉文最近心事重重。这么说，汉文已经知晓此事，却没有办法。哎呀，姐姐，你也别太担心了。俗话说得好呀，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嘛。就算有个妖孽纵横世间，他也有个忌惮，不是？我们呀，找个能收妖的人，不就行了？无人说，施主已经乱了心智，自然无法掌控棋局。大师，你拥有天眼法宝，能知过去未来，是否就能掌控全局？非也，知晓越多，贫僧的困惑也就越多。就如这杯中茶，乃是西湖水。若贫僧将茶倒入湖中，请问这茶和湖水，谁是因果？大师问倒我了。大师曾说，那些恶妖可能会让生灵涂炭。那大师，你为何不提前斩妖除魔？善恶，乃一念之间。只要心存执念，便处处可以生心魔。你可知之前，为何我不问善恶，逢妖必杀？愿闻其详。偏见都不是一日而形成。正因为贫僧之前所见善妖少之又少，即便一心向善，一旦逆鳞受损，便无法控制。这妖能伤人，人也可以。若是因为有人可能会伤人，便除去世间所有的人，那这世间岂不是草木不存？不错，所以我才没有因日后的恶果而杀了现在的白素贞和小青。若是施主发现二妖有任何不妥，请早日告诉贫僧，以免后患无穷。家中一切安好，请大师放心。此瓶中灵丹可以束缚白素贞的法力，却又不伤她的性命。她虽然会失去神通，但是你们却可以像千万平凡夫妻一样白头偕老。山中孤寂，娘子修行1000年才得此道行，我怎么能平白无故的夺她法力呢？若日后施主想法有所改变，请立刻告知贫僧，我一定立刻到场。大师放心，不会有这一天的。姐姐，汉文，你来了。今日找你来，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姐姐，素贞和小青还没有来，有什么事儿等他们来了再说吧。跟他二人无关，这件事情只要你点头就行了。姐姐，来。汉文，咱们许家就只剩下你一个男丁了。这延续香火、传宗接代的事，就只能靠你一个人了。如今朝廷平反了咱们父亲，我们不需要再隐姓埋名，
你找一个好日子，把如意拿进家门啊！姐姐，我绝对不会这样做的。这件事情，你就当你没说过，我也当我没听过。如意怎么不好了？你为什么不喜欢呢？你看看外边那些大户人家，如果妻子不孕，谁不纳妾啊？我说你们背着我姐姐偷偷摸摸商量什么呢？原来是琢磨着纳妾啊！徐姐姐，你7年不孕，怎么不让李大哥去纳妾啊？我姐姐不过才过门1年，你急什么呀？姐姐，公府出身寒门，我们家汉文出身公卿，这怎么能比呢？再说了，你姐姐自从进了我们家门，我们家汉文差点好几次都没命了，纳妾没准还能时来运转呢。若非我姐姐几次舍命相救，她坟上的青草都半人高了，还传宗接代的。你这人真是不辨是非，颠倒黑白。落难时，姐姐，就不嫌弃你丈夫出身寒门，这倒好。刚刚得了块病，就嫌弃别人出身寒门了。你这人究竟有没有良心啊？小青，小青姑娘，你这话重了。公府，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儿，不需要外人来插嘴啊。好了好了，消消火啊，别听他乱说。坐，不管你这辈子有没有身孕，我李公府都不可能纳妾啊。弟妹，青姑娘，你看在她现在有身孕的份上，你们能不能别再气她了啊？你们2个就是找借口，想对徐姐姐和孩子不利。你，小青心直口快，还请姐姐姐夫见谅。幸亏小青姑娘只是口快，当然在祠堂若是再手快半分，我娇容姐姐怎么可能还坐在这儿？都别说了，以后谁再跟我提纳妾这事儿，我就跟谁翻脸。苏珊，我们走。哎，汉文，汉文，姐姐，没事，别着急。官人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娘子，你觉得这儿怎么样？闹中取静，简单素雅，颇有古趣。这个院子我之前就留意过了。娘子，咱们搬到这儿怎么样？怎么突然要搬出来啊？如今姐姐有了身孕，一家人住在一起，难免会有些磕磕碰碰。而且这里离保和堂又近，咱们就搬到这儿。现在不行，现在还不能搬出来。为什么不能？官人，那个心魔一日不除，我便一刻不能心安，求你助我。娘子，我自幼父母双亡，是姐姐姐夫把我拉扯大的，如今是非常时期，我不希望他们家宅不宁。官人，我就是想跟你想一个万全之策，既能除害，又能保住孩子。要是没有万全之策呢？你就要对那个孩子下手吗？可是那个孩子是无辜的。娘子，我不希望别人误会你，我更不希望你会伤害那个孩子。姐姐，不能再等了。你看那些但凡从李府门口经过的人，全被魔气沾染。若是想不到一个万全的办法，不如把许娇容也杀了，一了百了。姐姐，我怎么了？你被魔气沾染，说话毫无分寸。
姐姐，对不起。姐姐的孩子就要出世了，如果在这个时候强行运用灵力驱散姐姐体内的心魔，恐怕姐姐和孩子都保不住，这该如何是好？苏珊，苏珊，你刚才要干什么？你要杀了那个孩子，对不对？你还记得长生吗？别人的孩子，你尚且能为他赴汤蹈火，你就把那个孩子当成长生，行不行？你给我亲外甥一个活下来的机会，好吗？对不起，苏珊，就当我求你了。我姐姐要是有难，我也活不下去。若需相助，将此路向东跑出，我定当竭力助你。汉文哥哥到底在干什么？阿弥陀佛，施主念珠传心，所谓何事？许施主，纸是包不住火的。倘若白素贞真有逆天之举，早晚有一天我会知道。而到那时，我亲自出手，她不仅会失去灵力，还将魂飞魄散。但是，你上次说的那个灵丹，真的不会伤及娘子的性命吗？我佛慈悲，若欲邪祟行凶，向来都是以度化为先，镇压第二，灭绝乃是最下之策。更何况，白素贞并无杀你，我又何须伤她性命？此枚灵丹，乃我师父生前所留之物，只为度化，不为灭绝。他服用1日之后，便会束缚灵力，形同凡人。那既然如此，许仙向大师求药。娘子，要亲手束缚你的灵力，我于心不忍呢。
姐姐这么晚一个人去哪儿啊？姐姐你在干什么？小青，西魔已经侵入徐姐姐腹中，倘若将她除去，必定会伤害到胎灵。天下藏书万千，我一定能够找到守护胎灵的办法。你想以光为眼，阅遍天下书？对，月华无所不在，这是最快的办法。可是此法耗费灵力，你现在已经失去妖丹，怎么能承受啊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姐姐和孩子等不得。那既然如此，我帮你。姐姐找到了。《史诗心经》里提到，但凡有星宿下凡，都会伴随9重天劫，因此必定有半生莲花相伴左右。半生莲花能在天劫中护住胎灵，一定可以驱赶心魔。只要能够打探到最近哪位上仙投胎人间，拿到半生莲，姐姐的孩子就有救了。可是9重天劫不是玩笑，而且举半生莲花也凶险万分，如果一不注意的话，就会被天劫所烧。姐姐，徐姐姐的孩子没有了可以再要，可是你的命只有一条啊！我今天去姐姐房间，本来是要除掉心魔，可是我发现那个胎儿自带灵气，胎灵没有完全被心魔吞噬，我不能看着他死。姐姐，小青，人间子嗣由少司命掌管，他的府邸闲池宫在大海之上，离9重天有万里之遥。我答应你，一定会小心谨慎，不会惊扰天宫诸神的。倘若你一定要去，那我跟你一起去，我不能看着你送死。小青，你留下来护住许家一家人，不能让心魔钻了空子。我不。小青，答应我。怎么样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哟，弟妹来了。这粥熬了2个时辰，此刻入口正好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姐夫，素贞，姐夫，姐，那我们先出去了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喝口粥。娘子，我买了酒，想与你共饮。娘子，成亲那日，你曾对我说，会跟随我不离不弃，白头到老。现在呢？为妻之心从未变过。我也是。娘子，我敬你，愿我们白头到老。娘子，对不起。1日之后你会发现，自己灵力无法施展，这是我替你做下的决断。即便你成为普通女子，我也会与你恩爱一生。
相信我，我绝不会伤你的心，更不会伤害你在乎的人。怎么回事？莫非是方才酒劲儿太大？丽禾，绿禾，你又贪杯，若被少司命看见，你可又要受罚了。少司命命我采摘莲花，我可没有误事。这莲花，少司命可是要用来做新君下凡的半生莲花的，半开半合的，才能在咸池中吸收灵气呢。你看看你采的，这都谢了。那采莲，你快来帮我吧。娘子，小青，你可看到你姐姐了？你现在知道关心我姐姐啦？她为了你和你的家人又去冒险去了。海文哥哥，海文哥哥，徐姐姐，徐姐姐快不行了！少司命，少司命，这池娃娃熟了吗？少司命将这些胎灵放入咸池中，吸收日月精华，待时机成熟，便将它们投入人间。这又不是种莲蓬，哪来熟不熟的？不知这次又是哪位神君要下凡历劫，会去往哪户人家呢？多嘴！神君下凡何等大事，自是天机不可泄露。去哪户人家也得看机缘，你呀，可得好好的挑选神君们的半生碧莲，这可是他们的天定姻缘。少司命，我都选好了，您瞧。少司命放心，我们摘的时候都数过了，挑选的都是8瓣的莲花。出来了一朵，没有人选啊！哎，我怎么瞧着这朵好像多了一半？少司命，西应玉鸾2位仙子求见。参见少司命，吾等受玉帝之命护送文曲星君下界凡尘。
好有人打岔，没有被少司命发现。该选哪一朵呢？姐夫，好了好了，你快去看看，姐姐好像要生了。产气未到，为何会提前动了胎气啊？傻小子，这我哪懂啊？还不是因为白姐姐，徐姐姐还梦到白姐姐要杀她的孩子，一惊之下便动了胎气。你胡说八道！我可没撒谎啊！你可以找白素贞来对质。哎，这是吵架的时候啊！好了，快进去帮你姐啊！快去快去！不行，你不能进去。小心，你让开。女人生孩子，男人不能进去。徐姐姐由我来照顾。如今不是讲究男女有别的时候，姐姐她需要我。不行，丫头，丫头，我不管你要治病还是接生，等我姐姐回来再说。你放心，我姐姐吩咐过我，不会让她死的。亲丫头，你听话，你把门开开。不管你徐姐姐以前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，姐夫替她向你道歉啊！你把门开开，让汉文进去，给她帮帮忙，人命关天啊，亲丫头！小心你会害死我姐的。文曲星君满腹经纶，平日里都是儒雅端庄的模样，想不到她的胎灵竟是这般活泼好动。文曲星君果然有主意，看来他会仔细挑选自己的人间姻缘的。有了半生莲花相护，文曲星君便能顺利通过9重天劫吗？你便是文曲星君，可否借半生莲花一用？星君，我急需半生莲花救人性命，不知您如何肯借予我？未卜之初，水传道之，上下未形，何有考之？是天问，星君莫非想考我？既然他以屈原词句提问，那我便以太白诗句作答好了。惊天之息，白日所没，康老胡厨，生比月苦。釜鼎弄盘古，推车转天轮。女娲系黄土，团坐于下人。散在六合间，蒙蒙若沙尘。星君，这便是您上次下凡时所作，不知此番用来作答，可还算对？糟了，日落之时到了，太阳会进入咸池沐浴，咸池姐姐会打开迎接日月，在这里越来越热之前，我得赶紧离开。星君胎灵，只是想借着半生莲花一用，星君还能另择半生莲花。可在下要救之人命在旦夕，还望各位仙子成全。放肆！半生莲花何等玉洁冰清，岂容你这妖孽玷污？速速放下莲花，还可饶你死罪。现在只能为文曲星君重新挑选半生莲花了。
妖真是胆大包天，幸亏少司命用话里乾坤术困住了他。真是一只不知天高地厚的蛇妖，进了少司命的话里乾坤，看他怎么出来。早就听说那少司命有落笔成世界，画里有乾坤的本事。看来我所处之地，并不是真实所在，而是少司命所创的画中世界。不行，我必须想办法离开，不能困死在这画中。青丫头，开门呐！青丫头，听话，开门！开门呐！快点开门！师傅，这么太过分了！他回来之前，这孩子不能降生，这是为了保护你们。你们不用敲了，我不会开门的。你们姐妹果然对徐姐姐怀恨在心，他们还想一尸两命，好狠的心啊！你们跟姐夫说他们不是妖精吗？这怎么回事？姐夫，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，你赶紧把门劈开。如意，你去找稳矿，我现在去金山寺找法海。汉文，你姐生孩子找法海干嘛？救人。姐夫，繁衍会被幻境迷惑，但半生莲花却是纯洁无瑕之物，它只会凭本能寻找灵气充沛处，这些死物困不住它。你知道如何出去，对不对？居然连话里乾坤也困不住他，快追！文曲星君选中的母亲，居然是……一切皆是缘法，怪不得少司命不让我们追了。我怎么看着蛇妖的灵力在急速消散？他能抵得住星君转世时的9重天劫吗？青丫头，开门！开门！这心魔要破体了！青丫头，你不开我可砸了！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青丫头，快开门啊！怎么敲门啊？青丫头，开门！开门！青丫头，开门啊！姐姐，你再不回来，我就要顶不住了。青丫头！他体内的魔气要控制不住了，这关店里全是魔气，你赶紧出去！是我妻子，杀我孩子，我杀了你！住手！小人！仇和尚是他入魔要伤人。住手！汉文，你回来了，你姐没事吧？没事，我现在用金针刺激她穴位，替她助产。娇柔，娇柔，醒醒啊，娇柔！